俄罗斯方面并没有透露核演习具体如何展开，关于普京如何参演的细节也不属于公开范围。而在演习前一天，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曾发出“你知道著名的核手提箱、红色按钮”等等言论，说明普京可能在演习中按下了核按钮。事实上，有核国家为防止核武器被少数人利用或因其他原因操作失误，都设计了一套严密的核武器控制制度和发射程序。在这个程序中，就涉及到广为流传的神秘核手提箱，它还有很多叫法，比如核按钮箱、核足球和应急公文包等等。俄罗斯的核手提箱外形跟俄制公文包没什么两样，厚10厘米，重约10公斤，分上下2层，有不同颜色的按钮。而美国的核手提箱就要大一些，长45厘米，宽25厘米，高35厘米，也有不同颜色的按钮。不过，这些核按钮并不是如电影中描述的那样，只要按下就能发射上千枚核弹，而是向下级发出启动核武器的密码。比如，俄罗斯的核武器发射机制承袭了苏联双指令机制，共有3只核手提箱，分别由总统、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掌管。发动核攻击时，并不要求3个按钮都同时按下，一般只需总统和国防部长2人操作就够了。其密码传达的顺序是：总统和国防部长、总参作战部、诸军兵种部队中央指挥所、承担战略值班任务的部队、导弹基地、核潜艇及战略轰炸机等。只有当2组密码准确无误地拼在一起，逐级传达命令，核武器才能被最终发射出去。因此，在俄罗斯这次核演习中，应该是模拟演练了从普京按下核按钮到发射核武器的整个流程。当然，当今世界与冷战时期美苏核战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不同，核武器更多的是作为战略博弈的工具，基本不会有真正按下核按钮的时刻。因此，在乌克兰局势上，各方进行正面硬刚的均为常规力量。在美西方炒作俄军在俄乌边境集结陆上力量的同时，俄黑海舰队近期的大动作也备受关注。为了回击北约的增兵企图，俄方借海上大规模演习证明谁是黑海的主人。